歡迎收聽一道微光同志小說，作者書野，故事馬上開始。如今的唐玉成再次出現在 A 大，會毫無懸念地引起一波不小的騷動。再加上那些特意來看陳野的人，兩波熱度疊加在一起，慕名而來的本學院的和其他學院的学生數量起碼翻了1倍。白起遠的經濟學原理不僅是經管學院的基礎必修課，同時也是學校的精品課，平時旁聽的人就不少。如今加上唐玉成、陳野的號召力，本來空间很大的階梯教室一時間被圍得水泄不通，連走道上都站滿了人。而唐玉成依然坐在他的老位置上，中間排中间坐。但今天他身邊除了陈野沒有別人，他穿過前面幾層攢動的腦袋，隔着半個教室，衝着講台上有些無奈的白教授亮出他的2排白牙，挑眉一笑。還笑？他這2天病好了，是笑得出來了。這明星的號召力是挺厲害啊。今天教室裡的氣氛格外浮躁，台下的学生們时不时发出阵阵起哄的笑声，視線當然是聚焦在教室中央的2個人物身上。白起遠使勁拍了2下手，嗓音沉穩有力度。如果大家是來聽課的，就請安靜下來；如果是來追星的，就請盡快離開，否則耽誤的是大家的寶貴時間。原本嘈雜的教室瞬間安靜了半截。這節課我們繼續講壟斷。下課後，白起遠未多做停留，收拾好東西便快步離開。而唐玉成和陳野瞬間被洶湧的人群圍了個水泄不通，周遭盡是此起彼伏的驚呼聲和齊齊舉起的手機。請讓一讓。陳野試着冷靜應付着，而唐玉成還仰着頭追蹤着白起遠的去向。讓一讓！我說唐玉成，你幹什麼呢？趕快想辦法離開這裡啊！哦，請讓一讓，謝謝。你倒是挺溫柔的，合着壞人都是我做了唄？別廢話了，也不看看現在什麼情況。靠，剛才是誰走神呢？請讓一讓。請問您能不能給我簽個名？我特別喜歡你演的賀景言。我也是，超喜歡的。陳野推了推旁邊唐玉成的胳膊。謝謝你們的喜歡，不過現在確實有點不方便，抱歉。陳野，男神，終於見到本尊了，請大家不要擁擠，給他們留下足夠的安全距離。謝謝。白起遠回到辦公室，椅子還沒坐熱，門外便響起了短促的敲門聲。他選擇不予理睬，但門還是開了，外面的人不請自來。那個人把門在身後關好，邁着長腿走到辦公桌前，那雙黑漆漆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坐在辦公椅上的白起遠。我還沒允許你進來呢。白起遠拿起桌上的煙盒，低下頭，不緊不慢地用指甲摳開盒上的塑封。唐玉成壓低了身子，雙手撐在辦公桌邊緣。你最近為什麼都不接我電話？白起遠依舊眼眸低垂。沒什麼急事吧？你不接，怎麼知道是不是急事？你已經長大，是個成年人了。我相信很多事情，你現在都可以處理得很好。白起遠。唐玉成咬了咬牙，身子又往前傾了1寸，逼近他。你什麼意思？這裡是學校。白起遠停下了手裡的動作，抬起頭，那雙眼睛此刻一片沉靜，沒有半點波瀾。以後在學校裡叫我白老師或者白教授。當初長根把你托付給我，而如今我的責任也算盡到了，你如今也自立了，我也該放手了。他說着低頭抽出了1顆煙，夾在指尖沒點。哼，你是不是又想推開我？沒有。白起遠輕飄飄地回了一句，神色溫柔卻有點殘忍。小鳥翅膀硬了，總歸是要離巢的。我這個做叔叔的是時候退到合適的位置上了。白起遠。唐玉成身體站直，呼吸起伏變大。你到底怎麼了？我這次又做錯什麼了嗎？你又要懲罰我？是不是因為最近教室人比較多比較亂，影響了你的教學節奏？那我跟你道歉還不行嗎？你不提這茬我還忘了，你現在大大小小也算個公眾人物了。以後你在公共場合的時候，請多注意影響，不要擾亂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。我盡量。行了，說完了你可以出去了。白起遠不再看他，伸手去拿桌上的打火機。唐玉成眼疾手快，搶先一步按住了那個打火機。我幫你點。不用。白起遠挪開唐玉成的手，把打火機握在手裡。你出去吧。唐玉成站在原地，腳下未動一步。我是不是以前太慣着你了？要讓我重複幾遍你才肯出去？白起遠眼神變得幽深而凌厲，帶着威嚴。他與皺着眉的唐玉成對視着。好，白教授，我走。唐玉成轉身走到門口，拉開門，手搭在門把上，他垂下頭，門外的光照到了他僵硬的後頸。
緊繃的背影顯得落寞，欲言又止。可最終他什麼都沒說，走了出去。室內重新安靜下來，白啟遠低頭看着自己手裡那根還沒來得及點的香煙，突然他五指猛地收攏，毫無預兆地發起狠來，生生將指尖那支煙碾得粉碎。焦黃的煙草和白色的紙屑順着他的指縫無力地散落，他像是被抽空了渾身所有的力氣，閉上眼向後倒，整個人癱在辦公椅裡。就這樣結束吧。酒吧包間的矮桌上放着幾個空啤酒瓶，每個瓶身光滑的玻璃面上都映着同一個人影。深色沙發上，唐玉成仰頭將手中瓶裡殘存的酒液灌入喉中。這時，包間的門被一把推開，陳野大步走進來，一邊脫外套一邊抱歉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我遲到了。方卓刚才死活要跟過來，我沒讓，好說歹說才把他哄回去。方卓啊，我最近都沒怎麼見他，該讓他一起過來的。”又讓我解釋一遍，不帶他來這種地方是怕他學壞。唐玉成帶着醉意笑了笑：“對自己這麼沒信心呢？不用激我，反正我就是不能冒這個險。”陳野打量了他一眼：“我這剛到你就已經喝醉了，也不等等我。再說了，你都來這兒了，還喝什麼啤酒啊？多沒勁！我這不邊喝邊等嗎？”陳野搖搖頭，轉身出了包間，招呼來一名侍者：“給我上一瓶麥卡倫25年。”“好嘞，先生，馬上給您送過來。”“陳野回來坐下，雙臂抱胸，交疊起長腿，語氣半調侃半無奈：“說吧，今天你又怎麼了？瞅瞅你這苦大仇深的樣子，要我說，受夠了咱就換人不行嗎？你這就是自我折磨。”唐玉成沒接話，只是表情嚴肅地盯着手裡空酒瓶。“我不知道，最近我是不是又做錯了什麼？白啟遠對我又變回之前那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了，甚至態度比以前更淡漠。是嗎？之前你倆雖然沒什麼進展，但至少相安無事，怎麼突然這樣了又？”這時，侍者端着托盤走了進來，將酒和2個高腳杯擺放在桌上。“打開吧。”“好嘞。”“謝謝。”隨即，侍者恭敬地退出了包間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。陳野移開唐玉成手中的酒瓶，換上高腳杯，拿起麥卡倫慢慢傾倒。“試試這個，這個才叫酒。”之後，陳野也給自己斟了一杯，並舉杯朝唐玉成示意：“來，碰一個。”唐玉成輕身，缄默地將酒杯遞過去，輕輕碰了一下，隨後仰頭喝了一大口，強烈的灼燒感頓時從口腔一路蔓延到食道。“哎，你喝這麼急幹嘛？這好東西都讓你給浪費了。”“你管我？”“行，不管你，土老帽一個，我還懶得理。上次我生病在家，他還主動來看我呢，之後再見面就對我例行公事般的拉開距離，我實在想不通。”“是嗎？”陳野忽的眼珠一轉，手腕靈活輕巧地搖着杯中酒。“你那個小跟班張青宇最近不是一直住在你家嗎？白教授是不是看见你倆同居，吃醋了？”這句隨意的打趣，無心的一句八卦，卻引起了唐玉成的警覺。他的眼神再次聚焦。“他會嗎？”“廢話，他要是心裡有你，看見你跟別的男人住在一起，能不吃醋？”“可是我們倆沒有同居啊，張青宇他只是借住我家而已。”“你跟我解釋有什麼用？關鍵是你的白教授心裡是怎麼想？”“可之前我身邊出現過那麼多女孩子，他怎麼沒反應呢？”“之前那些女孩子一看就是擺在你旁邊的花瓶，根本不具威脅性。”陳野身體微微前傾，饒有興致地繼續說道：“但這個張青宇不一樣，他跟你可是從小長大的交情，而且你對他簡直是體貼備至，給他吃給他住，還把他留在身邊，給他介紹工作，變成你的助理，天天圍着你轉。他對你的忠誠和依賴也是顯而易見。這事兒擺在任何一個不知情的人面前，都會覺得你倆多少有點什麼，好不好？”陳野的話字字打在唐玉成的心口上，讓他鬱悶，但越琢磨他的話，越覺得有道理。原來他不是生我的氣，是吃我的醋了。陳野品了一口杯中酒，這酒味道絕了。唐玉成突然站了起來，身體因酒精的作用前後晃了晃。他穿好外套，俯身抄起桌上的麥卡倫。“我還有事，先走了。這酒歸我了，錢我回頭轉你。”他說完就往外走。“喂，唐玉成，你走就走，幹嘛搶老子的酒啊？我才喝了一口，癮剛上來。”說到這兒的時候，唐玉成已經奪門而出。這人不光土，還這麼野蠻。唐玉成握着酒瓶，大步邁着，剛走出大門，就和迎面趕來的張青宇撞了個滿懷。“玉成，我正找你呢。不是，你這是要去哪兒啊？”“我去找白啟遠。”唐玉成眼皮沒抬。“你先回家，有什麼事等我回去再說。”
說完便徑直朝路邊停靠的出租車走去。張青宇看他的状態有點擔心，喊着：“都这個時間了，而且你還喝了酒。”唐玉成沒回頭，沒回答，直接無視。他拉開車門，帶着幾分踉蹌上了後座，出租車發動引擎，緩緩駛離，消失在街角處。張青宇生氣地跺了2下腳，然後快跑了幾步，也上了一輛出租車。師傅，跟上前面剛開走的那輛車。坐在出租車裡的唐玉成降下一小截車窗，冬夜的風吹在臉上，更凸顯體內那股衝動的燥熱感。